手机卡顿反应慢，赶快关闭这3个功能，手机多用几年，再也不卡顿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手机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，但是手机用久了不仅卡顿，而且内存也不足。很多朋友呢很是苦恼，特别是手机微信占用内存更大，大家又不知道该如何删除没有用的内存文件，导致手机接个电话都得卡顿半天。其实我们只需要动动手指，便能使手机恢复顺畅，而且可以节省很大内存。一起跟着视频了解了解吧。首先我们找到设置，手机自带的设置功能，点击进入。进来了以后，我们往下翻，直到看见一个应用与权限这个选项，找到了吗？好了，我们点击进入。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几个管理设置，这里我们重点找到权限管理，点击进入，然后我们会看到应用和权限2个选项，我们选择权限这边，这里有个自启动功能，点击进入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介绍，自启动是指应用在开机时或在后台时自动启动。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手机里的所有应用都在这里，且都是打开的状态，意思就是我们的手机在开机的时候就会自动帮我们打开很多应用，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没有发现而已。因为我们的手机经常会出现耗电快、运行内存不足、手机使用起来非常卡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又没有打开什么应用，也没有使用手机做什么，其实这就是这些自启动应用导致的。因为这些自启动应用一旦启动了，虽然我们没有打开它们，但是它们一直在后台占用着内存空间，所以手机呢就会出现耗电快、发热量大以及卡顿不流畅的问题。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些自启动应用都关掉，保留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软件就好。关掉这些自启动应用之后，手机就不会出现耗电快、发热量大的问题了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开关。接下来我们返回设置的最初页面，我们来找到第2个开关。我们往下翻页，直到找到快捷与辅助，点击进入，然后我们一直往下翻，最下面这里有一个无障碍功能，打开。打开之后我们再一直往下翻，然后我们会看到最下面这里有一个已下载的服务，点击进入，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系统应用 WiFi 自更新，再点击进入。我们需要点击关闭该功能。平时我们下载的 APP， 如果说后台自动更新的话，在有 WiFi 的情况下，它就会自动刷新，不仅会消耗流量、电量，还会占据内存，因此我们需要关闭这个设置。好的，接下来翻回设置的主页，找到设置中的通知与状态栏，点击进入。往下滑我们会看到一个应用通知管理，点击进入。这时我们会看到一系列我们下载使用的软件，会看到这些软件的通知功能全部都是打开状态的，就是我们在玩手机时总会弹出很多软件的通知消息，一般都是软件的广告或者是一些资讯。平时通知消息比较多的时候，就会消耗很多的电量，同时也会占据一定的内存，让手机变得卡顿。是不是每次一下拉就会有满屏的广告呢？也让人很烦恼呢。手机里应用很多，每个应用每天都要推送很多消息，对于这个电量消耗呢是非常大的。因此我们需要关闭不需要的消息通知，不常用的一些软件就可以关闭了，保留电话呀、微信啊一些社交软件，确保自己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重要的信息就可以。那以上的这些设置呢，就是我们在手机出厂的时候它都是默认开启的，所以需要我们手动把这些设置给它关闭，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手机用起来更加流畅，更省电。除了以上这些，平时手机用完大家就关闭屏幕了，这时大家都认为手机彻底关闭了，其实不然，我们使用过的每一个软件
都是在后台没有关掉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打开后台，将这些应用全部划走关闭，从而更加的省电。像一些手机的话，还可以一键删除，就比较方便快捷了。如果您的手机正出现耗电快、充电次数频繁、内存储蓄不够，那么不妨试试关掉以上的开关。除了以上的3个设置，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软件需要关闭一些功能，那就是微信，因为就它使用的最频繁。在手机上面把微信找到并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我们点击右下角的我，接着选择上面的设置，打开设置功能，在设置里面我们点击下面的通用设置，然后在通用设置里面找到下面的照片、视频、文件和通话的设置，我们点击把它打开。打开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自动下载照片和视频这3个功能开关。那么这3个开关默认是打开的，我们需要把它们都关掉。如果我们不关闭的话，那么我们在其他设备看到的一些照片、视频或文件，它们就会自动保存到手机上面，这样呢就会占用我们的手机空间，以及我们在发朋友圈时编辑过的照片或者视频，它也会自动保存到手机上面。那这样毫无疑问，我们的手机空间就会越来越小了。因为大家都有发朋友圈的习惯，而且可能一天都要发好几次。如果微信业务繁忙，那每天存下来的东西就非常占空间。所以我们关掉这些开关之后，就能有效的释放手机空间，节省手机空间，解决手机内存不足的情况。照片、视频这些功能呢，都是我们用微信拍摄照片和视频，或者是在朋友圈发布的照片、视频，这些内容都会自动保存到系统相册里。那么朋友圈已经有一套这样的数据，如果再保存一份的话，那占据的内存就会越来越多，导致我们手机呢也会越用越卡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将照片和视频关掉。通过关闭手机的这几个设置，就可以解决手机卡顿不流畅的问题。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好了，今天的方法就分享完了。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